倒计时已经开始了，那位英雄还有3天就要抵达，这也意味着两人的关系即将走到尽头。卡罗琳已经做好了告别的准备，她轻声向卢锡安道谢，打算等英雄一露面就彻底解除这段婚约。可谁能想到，一直沉默的卢锡安竟然反悔了。他看着眼前的卡罗琳说：“我根本不想解除婚约。”卢锡安竟然当众表白，他说不想把卡罗琳让给任何人。这话听着简直讽刺，明明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那个一心想退婚的人，怎么现在全变了？事情到底是怎么搞成这样的？时间回到3个月前，一切的秘密都藏在那个雨夜里。深夜的房间里，气氛冷到了冰点。卡罗琳紧紧抓着卢锡安不肯放手，嘴里甚至吐出了哀求的字眼。可卢锡安却只想划清界限，他让对方别再让自己为难了。这种卑微的挽留，最终只换来了一阵沉默。卢锡安还是转身走进了阴影，一句对不起，直接给这段关系判了死刑。卢锡安说他已经没法再留住他了。卡罗琳完全无法理解，明明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甚至还有婚约在身，怎么突然就要分道扬镳？可无论他怎么质问，卢锡安都像是一座搬不动的冰山。卡罗琳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他的心早就被别人勾走了，全是因为那个女人的出现，才让这一切彻底失控。卡罗琳根本不打算放手，她大声拒绝解除婚约，因为这段感情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张纸那么简单。两人的婚约从8岁就开始了，那时候的卢锡安还是个让人移不开眼的贵公子，而卡罗琳对他更是一见钟情。他曾经最喜欢跟在他身后分享那些读过的小故事，哪怕性格再害羞，只要在他面前就有说不完的话。整整8年的青梅竹马，卡罗琳把所有的真心都给了他。那时候的卢锡安总是会温柔地夸奖他，说他的想法总是那么有趣，两人的世界里全是甜蜜。转眼到了16岁，他们一起进入了皇家学院，这里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连皇太子和名门之后都在其中。可即便是在这种地方，卢锡安依然是最耀眼的那一个，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轻易成为全场的焦点。卡罗琳总是习惯在远处默默注视着这个优秀的未婚夫，她本以为两人会顺理成章地走下去，可谁能想到，仅仅过了1年，一切就彻底变了样。原本平静的日子被一场灾难彻底打碎，谁能想到，传说中的魔兽竟然真的现实了。这些家伙力量恐怖，而且根本没法沟通，整个王国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就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皇太子西格弗里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带兵去铲除魔兽。卢锡安也在这时候加入了军队，不过他并没有去前线拼命，而是成了皇太子身边的军师。看着满脸担忧的卡罗琳，卢锡安还在不停地安慰他，说自己只是个动脑子的军师，绝对不会有危险。可卡罗琳哪里听得进去？他刚想开口，卢锡安却轻声叫住了他的名字。他让卡罗琳先闭上眼睛。那一刻，两人的距离近得几乎能碰到对方。他低声许下诺言，说一定会守住这座王都，守住他生活的地方。看着卢锡安坚定的样子，卡罗琳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关于那个古老的传说，其实还有没被公开的后半部分。传说里记载着，当王国陷入危机，会有异世界的圣女降临，彻底驱散黑暗。虽然大家都觉得这只是个故事，可卡罗琳却深信不疑。她甚至一直期待着圣女能替她守护好卢锡安。2个月后，讨伐军终于凯旋而归，全城的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屋顶。可挤在人群里的卡罗琳却一下子定住了。卢锡安确实平安回来了，可他的身边却多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黑发女孩。看两人的样子，关系显然非同寻常。难道这就是他日夜祈祷的圣女？看着卢锡安和圣女亲密的样子，卡罗琳只觉得荒谬透顶。明明自己才是那个日夜祈祷他平安归来的人。在没人的角落里，他终于撕开了最后的体面。他大声质问卢锡安，可卢锡安竟然把错全揽在自己身上。这种毫无底线的维护让卡罗琳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开始口不择言地追问，那个女人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是亲吻还是更过分的诱惑？为了挽回这段感情，他甚至放下了所有的尊严。他死死拉住卢锡安，卑微地提出一个疯狂的交换，只要能忘掉那个女人，他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哪怕是这种方式。卢锡安终于还是把话挑明了，他让卡罗琳别再继续下去，因为他亲口承认自己爱的人是艾拉。既然心里已经有了别人，他也不想再演戏了。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解除婚约，说自己对卡罗琳根本没有感情。说完这些，他甚至没有多留1秒钟，径直走向了大门。卡罗琳在身后苦苦哀求，让他等一等，可回应他的只有冰冷的脚步声和那道彻底关上的房门。卡罗琳连衣服都顾不上换，穿着睡裙就冲到了露台。他不顾女仆的阻拦，大声呼喊着卢锡安的名字，求他再等一等。可卢锡安只是冷冷的走着，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这种疏离感让卡罗琳彻底僵在原地。他怎么也想不通，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根本不是他预想的结果。他明明只是想留住她，这是加奈生前最痴迷的那款游戏。在这个叫圣女与骑士的故事里，所谓的恶毒女配其实才是最可怜的受害者。他们被那群自私的男人玩弄于股掌，特别是那个叫卡罗琳的女孩，她对卢锡安的爱明明那么真诚，最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加奈曾经无数次为她感到不平，甚至还给游戏官方发过邮件，卑微的请求给这些女配一个机会。续作的消息才刚刚发布，粉丝们还在疯狂庆祝。就在加奈准备回家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终结了他在现实世界的人生。等他再次恢复意识，耳边传来的却是惊恐的尖叫。女仆们围在床边大喊着卡罗琳的名字，仿佛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就在这一刻，无数陌生的记忆疯狂涌入，加奈
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平凡的现代少女，她竟然成了游戏里的女配。这个乙女游戏的故事本该到此为止，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在即将开启的续作里，卡罗琳不再是那个招人恨的恶毒女配，而是成了男主角要攻略的对象。这意味着她终于能摆脱凄惨的结局，像普通女孩一样被温柔对待，甚至成为那个被所有人宠爱的中心。这是一个标准的乙女游戏世界，4个顶级帅哥骑士围着一个圣女转，听起来是不是挺浪漫？现代少女穿越到异世界，摇身一变成了拯救世界的圣女，这种剧本大家都见过。但这个游戏有个离谱的设定，这4个极品帅哥居然全都有了未婚妻，而这些所谓的未婚妻全都是代表着各种罪恶的恶毒女配，简直就是骑士们人生中的污点。圣女觉得骑士们被困在没有爱情的婚约里太惨了，她发誓要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爱。加奈愣在原地，这剧情怎么跟想的不一样？游戏里的卢锡安简直是个渣男，他当众宣布找到了真爱，要为了圣女艾拉彻底抛弃那个对他一心一意的未婚妻，这对卡罗琳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可还没等加奈吐槽完这个狗血剧情，一阵天旋地转，他竟然直接进到了游戏世界里。这一觉睡了整整3天，等他再次睁开眼，脑子里全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记忆。大家最想看的结局已经演完了，游戏到这里就该大结局了。可对我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因为我穿越成了那个倒霉的未婚妻卡罗琳。卢锡安为了真爱把我彻底甩了，现在他们正沉浸在幸福里，而我这个恶毒女配已经成了全城人的笑柄。不过我发现了一件更奇怪的事，这游戏不是叫4个骑士吗？怎么数来数去好像混进来了第5个人？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信息。卡罗琳躺在床上，觉得 CPU 都要烧干了，现在这局面到底该从哪儿开始收拾？还没等他理出个头绪，女仆就急匆匆地推门进来，说是公爵大人亲自来看他了，想问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换做以前的卡罗琳肯定又要大闹一场，可现在的他只是淡淡的说，请他在客厅等我，我不在卧室见客。女仆听完直接愣住了，这还是那个任性的2小姐吗？卡罗琳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得不承认这张脸确实美得像个瓷娃娃，但在游戏设定里，卡罗琳可是臭名昭著的色欲化身。为了勾引未婚夫卢锡安，她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在那些贵族的社交圈里，她被贴上了自私和疯狂的标签，大家都觉得她是个仗着美貌就到处招摇撞骗的花瓶。可只有我知道这些烂名声到底有多不公平。卡罗琳曾是我最心疼的角色，看着她被这样诋毁，真的让人看不下去。她哪里是什么恶毒女配，明明只是个把整颗心都掏给初恋的傻姑娘罢了。既然现在我成了她，就绝不会再让那些烂剧本继续锁死她的人生。卡罗琳整理好裙摆，推开了客厅的大门。虽然已经决定要划清界限，但真要面对这个男人，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没底。卢锡安就站在窗边，还是那复生人勿近的样子，仿佛周围的空气都能被他冻住。在原主卡罗琳的记忆里，这个背影曾是他全部的世界。看到他真的出现在这里，卡罗琳其实挺意外的，毕竟以前的他为了见他，没少用装病这种烂招数，换作是谁恐怕早就烦透了。他客客气气递到了线，想表现的体面一点，可卢锡安接下来的话却像是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他说这只是为了尽到责任而已，确认没事就放心了。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其实也怪不得别人，谁让原主这2年确实把事情做得太绝了。2年前骑士团凯旋归来的时候，学院里到处都在转，那位圣女也要入学了，而且她还是指名道姓要跟着皇太子和卢锡安一起。看着他们3个人并肩走在一起，大家都说这是圣女和她的骑士，那种默契和氛围，外人根本插不进足。卡罗琳只能远远地看着，眼睁睁看着卢锡安离自己的世界越来越远，甚至连单独说话的机会都彻底消失了。在那段卑微的回忆里，卡罗琳每次见到卢锡安，都要在心里给自己打无数次气。她告诉自己，你是他的未婚妻，一定要表现得体面大方。他好不容易攒够了勇气，搬出父亲的名义，邀请他参加领地的丰收季，每一个字都说的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话说错就会让他露出厌烦的神色。可还没等卢锡安回答，艾拉就跑了过来，他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那样自然地挽住卢锡安的胳膊，大声喊着他的名字。那一刻，卡罗琳所有的心理建设全都成了笑话。她精心维持的未婚妻身份，在那种亲密面前根本一文不值。原来有些位置真的不是靠努力就能换来的，这大概就是她走向毁灭的开始吧。卡罗琳拿出了未婚妻的架势，当场叫住了艾拉。她提醒对方，自己正和卢锡安谈正事，而且在皇家学院这种地方，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实在是太没教养了。这番话本来占尽了道理，可伊拉接下来的反应却让卡罗琳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她摆出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说自己刚来这里，根本不懂这里的规矩。她一边道歉，一边还委屈巴巴的解释，说自己只是想和卡罗琳交朋友。这种以退为进的招数，瞬间就把卡罗琳衬托成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的恶毒女人。果然，刚才还一脸冷淡的卢锡安看到这一幕，语气立刻就软了下来。他甚至开始心疼起这个破坏别人谈话的闯入者。看着艾拉那副委屈的样子，卡罗琳心里的火气彻底压不住了。她冷笑着让对方赶紧消失，甚至搬出皇太子的未婚妻来指责艾拉不懂规矩。其实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一定显得特别尖酸刻薄，可那种被嫉妒冲昏头脑的感觉，让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就在这时，卢锡安直接挡在了艾拉面前，语气里满是失望。他问卡罗琳，为什么就不能对艾拉善良一点？
他接着说，艾拉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每天都在没日没夜地努力。他本以为像卡罗琳这样的人，应该比谁都能理解这份辛苦。这番话简直杀人诛心。卢锡安不仅是在维护另一个女人，更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全盘否定了卡罗琳的人格。卢锡安丢下那句失望透顶的话，就带着艾拉头也不回的走了，只留下卡罗琳一个人站在那片冰冷的阴影里。他看着那个曾经最亲近的背影，心里全是委屈。他明明只是想回到过去，想让卢锡安像以前那样再多看他一眼。他拼命想要喊住他，想要解释，想要大声求他别走，可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死死掐住，一个字都吐不出来。这种无力感让他近乎绝望，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爱的人离自己越来越远。在这个游戏世界里，卡罗琳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她就像一个被锁链捆住的木偶，必须按照剧本的要求去扮演那个招人恨的恶毒女配。这种被强行剥夺意志的感觉，光是想想就让人脊背发凉。加奈看着这些记忆，只觉得这个世界简直疯了，完全是在践踏一个人的尊严。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有剧情在背后推波助澜，原主卡罗琳的表现也确实太离谱了。她对圣女的敌意几乎摆在了明面上，为了得到卢锡安，更是不分场合的大闹特闹。那些疯狂又极端的举动，不仅毁掉了他自己的名声，也让身边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加奈忍不住叹了口气，虽然身不由己值得同情，但原主留下的这堆烂摊子，确实已经到了没法收场的地步。既然卢锡安已经亲口说过，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爱上卡罗琳，那也没必要再互相折磨了。他看着卢锡安，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谈论天气。他说：“卢锡安大人，我们解除婚约吧。”这一刻，他终于不再是那个卑微求爱的女配，而是决定掌握自己命运的卡罗琳。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既然决定要分开，卡罗琳表现得很体面，她笑着感谢卢锡安这段时间的照顾，打算给这段关系画个句号。可卢锡安却完全没当真，他觉得这又是卡罗琳的新花样，甚至反问他这次又想玩什么把戏。卡罗琳愣了一下，明明是卢锡安先提的退婚，自己现在只是顺了他的心意，怎么反而成了居心叵测？卢锡安冷笑一声，觉得他现在只是嘴硬，只要真的去解除婚约，他肯定又要大闹一场。看着他那副自以为是的表情，卡罗琳彻底无语了。原来在这个男人眼里，自己连说句真心话都是在演戏。卢锡安之所以不肯相信，是因为原主以前太能做了，每次吵架都拿退婚当威胁，等人家真答应了，他又哭着喊着死活不撒手。卡罗琳总算明白了，自己在对方眼里就是个反复无常的疯子。为了自救，他赶紧强调这次绝对是认真的，甚至连正式文件都准备好了。看着卢锡安还在怀疑，卡罗琳索性表现得更大度一点。他说，既然婚约解除了，卢锡安就能毫无顾忌地去娶心上人了。可话刚出口，卡罗琳就发现卢锡安的表情不对劲，他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自己表现得太反常了。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赶紧把话圆了回来，说大家以后各走各的路，谁也别耽误谁的新生活。卢锡安终于松了口，他说既然卡罗琳是认真的，那对他来说反而是卸下了重担。虽然搞不懂他为什么突然变了，但这种结果对他来说再好不过。卡罗琳听完不仅没难过，反而笑得更灿烂了。他礼貌地道了谢，转身走的那叫一个干脆，留下卢锡安一个人在原地。他甚至下意识想叫住他，可卡罗琳连头都没回一下。走出房门的那一刻，卡罗琳已经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计划，是先去图书馆查资料，还是先去见那个关键人物？思来想去，还是那个人更重要。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3个月后，这个世界的剧情就要正式开启，他必须在那之前为自己找好退路。其实，在转生之前，加奈是个不折不扣的游戏宅，因为不满前作里恶意千金们的悲惨结局，他甚至疯狂给开发商发投诉信，简直就是个偏激的黑粉。没想到5年后，游戏竟然出了续作，这次的主角变成了一个男大学生，他的任务就是拯救那些被抛弃的未婚妻，带他们完成华丽的逆袭。这种爽剧设定让加奈兴奋到了极点。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兴冲冲跑去参加发布会的路上，竟然倒霉的被雷劈中了。加奈的现代生活就这样画上了句号。等他再次睁开眼，花了好长时间才接受这个离谱的现实。他不仅穿越到了游戏世界，还成了那个恶意千金卡罗琳。既然回不去了，那就只能老老实实当这个卡罗琳。好在3个月后，游戏续作就要开始了，到时候会有新的勇者被召唤过来，而他也将从人人喊打的恶意摇身一变成为被攻略的女主角。不过他可没打算干等着，续作里有很多前作没有的新玩法，他必须提前布局才行。刚跟卢锡安谈完，他就吩咐女仆多丽丝去准备马车，因为有个关键人物，他现在必须立刻去见一面。可就在等车的时候，远处竟然驶来了一辆皇室马车，看那上面的文章，来头的确不小。到底是谁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马车里走出来的竟然是艾拉，那个传说中的圣女。卡罗琳有些意外，这女人怎么会在这时候找上门？艾拉一见面就开始装模作样，说自己只是太想见卢锡安了，还一副生怕被责怪的样子。这种先发制人的套路，以前确实让原主吃了不少苦头，可现在的卡罗琳早就看穿了，她根本不吃这一套，不仅没生气，反而大大方方的行了个礼，直接把艾拉捧成了王国的至宝。这一通反向操作，直接让艾拉没话说了。看着对方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卡罗琳心里冷笑一声，想跟我斗，还早着呢。面对艾拉打听卢锡安的下落，他只是淡定的指了指旁边的马，告诉对方人还没走远。艾拉显然没打算
就这么算了。他故意打听两人聊了什么，还阴阳怪气的暗示说他们现在的关系不该私下见面，最后还不忘炫耀一下卢锡安平时有多么担心他。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卡罗琳心里跟明镜似的，精致的妆容加上这身超短裙，简直就是照着偶像的标准在演戏。那种楚楚可怜的破碎感，还有故意露出的事业线，全都是为了激起男人的保护欲。这种段位确实高明，但卡罗琳可没忘记，这个口口声声说被别人担心的圣女，3天前才刚跟皇太子举行完婚礼。看着艾拉这副纠缠不休的样子，卡罗琳心里一阵厌恶。这女人到底还想把卢锡安耍到什么时候？她直接提醒对方已经是皇太子妃了，这种时候乱跑，难道不怕皇太子担心吗？谁知道艾拉不仅没心虚，反而理直气壮的开始洗脑，说什么结婚了也不该被束缚，男女就应该平等自由，还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仿佛他才是那个追求真爱的受害者。卡罗琳听得差点笑出声，这种拿平等当借口到处搞暧昧的行为，在哪个世界都叫不要脸。眼看艾拉想拍拍屁股走人，他直接冷声叫住了对方。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没必要再维持什么体面。卡罗琳一字一句的警告伊拉，以后离卢锡安远一点。面对警告，艾拉居然还在那儿装无辜。卡罗琳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这女人的心肠简直坏透了。以前的原主虽然爱闹脾气，但到底只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大小姐，对上这种段位的绿茶，难怪会被耍得团团转，最后连名声都给丢光了。艾拉又开始演起了苦情戏，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担心卢锡安，还故意提起婚礼上的细节，说卢锡安当时看起来有多难受，这哪是关心啊，这分明是当着面在炫耀卢锡安有多放不下他。艾拉还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劝卡罗琳对未婚夫温柔点，结果卡罗琳一句话直接把他的戏台子给拆了。他说婚约马上就要取消了。艾拉听完赶紧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连声追问到底是为什么。这种演技在卡罗琳眼里简直可笑，明明心里比谁都清楚，却非要在这儿明知故问。卡罗琳随便找了个借口，说只是觉得两人不合适，可伊拉还是不依不饶，非要问出一个具体的理由来。看着对方那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卡罗琳突然反应过来了，这女人哪是在关心婚约啊，她分明是想听卡罗琳亲口承认卢锡安爱她爱得发疯，承认就算他结婚了，卢锡安也会一辈子守着她。这种满足虚荣心的机会，卡罗琳绝对不会给她。卡罗琳干脆直接摊牌，说是他主动提出的退婚，因为他已经爱上别人了。这话其实也不算撒谎，毕竟3个月后，真正的勇者就要降临这个世界，到时候他才是这场恋爱游戏里的唯一女主。现在的这些纠葛根本不算什么。正当卡罗琳在心里盘算未来时，身后的门突然被推开了。谁能想到卢锡安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艾拉立马开始演戏，故意提起卡罗琳另有真爱的事，生怕他听得不够清楚。卡罗琳这才看明白，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利用引导性的提问，逼自己亲口承认变心。这位圣女大人的手段还真是让人见识到了，每一步都在她的算计之中。卢锡安竟然还有脸说这种话，嘲讽卡罗琳以前追得那么紧，现在这么快就换了目标，卡罗琳简直要被气笑了。以前的卡罗琳确实身不由己，但这不代表她的痛苦是假的。整整2年时间，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这2个人亲密，那种滋味谁能受得了？既然要算账，那就把话彻底说清楚。卡罗琳直接提起了18岁生日那天，明明答应了要来庆祝，结果卢锡安不仅没露面，连个消息都没有。当初借口说是为了工作，其实是陪着圣女在歌剧院看戏吧，甚至连位置在哪，卡罗琳都一清二楚。这下轮到卢锡安没话说了，他恐怕做梦都没想到，这些自以为瞒得很好的秘密，其实早就烂在了对方心里。卡罗琳索性把话全挑明了，当初在皇宫后花园，卢锡安抱着圣女亲热，甚至还亲口说更喜欢黑发。以前的卡罗琳只能躲在暗处，看着他们到处秀恩爱，心早就被扎透了。这种痛苦谁能感同身受？圣女还想装好人，说这种话对卢锡安太残忍。卡罗琳根本不想再废话，直接丢下一句再见。这地方他1秒都不想多待。卡罗琳头也不回的吩咐备车，既然已经撕破脸，那就彻底消失在他们的世界里，离开那个是非之地。艾拉直接去了奥伯特侯爵家，这可不是一般的贵族，他们家族底蕴深厚，甚至每隔3代就会出一位皇后，而这一代的准皇后就是眼前的伊莎贝尔。她不仅身份尊贵，更是从小就被当作皇后来培养。听到卡罗琳主动解除婚约，伊莎贝尔竟然一脸佩服，觉得这简直太了不起了。可说着说着，这位准皇后却开始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根本没能让皇子开心，甚至觉得自己不称职。卡罗琳赶紧打断了她，在卡罗琳心里，只有伊莎贝尔这样的人才真正配得上西格弗里德。想起1年前的那场舞会，卡罗琳现在都觉得火大。那时候她为了吸引卢锡安，故意穿得特别招摇，结果却成了全场的笑柄。圣女当时就在旁边演戏，一会儿喊渴了要喝水，一会儿又缠着卢锡安不放。卢锡安还真就吃这一套，温柔的不像话。趁着卢锡安走开，圣女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她凑到卡罗琳耳边冷嘲热讽，说这已经是第5支舞了，劝卡罗琳识相点，给卢锡安一点自由。卡罗琳还没来得及反驳，圣女竟然直接表演了一个假摔。卢锡安听到动静立马冲了过来，那眼神里全是心疼。这种低级的陷害手段在当时竟然百试百灵。卡罗琳站在原地百口莫辩，圣女这招以退为进真是绝了。她一边往卢锡安怀里钻，一边假惺惺的替卡罗琳求情，说
都是自己的错，让卢锡安千万别怪罪他。接着他就开始茶言茶语，说自己舞技确实不如卡罗琳，但为了能陪卢锡安跳一支舞，已经拼了命在练习了。卡罗琳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这女人分明是在故意带节奏，想让大家都觉得是她在欺负艾拉。可当时的卡罗琳根本沉不住气，她竟然主动提出要给圣女介绍舞蹈老师，结果卢锡安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卡罗琳明明是想解释，可话到嘴边却全变了味。她甚至还想拉着卢锡安先跳一段，好证明圣女确实跳得烂。可看着卢锡安护着圣女的样子，卡罗琳彻底定住了，为什么不管她怎么努力，最后变成坏人的永远是她？卢锡安简直是瞎了眼，他根本看不见圣女嘴角那抹得意的笑，反而觉得是卡罗琳在无理取闹，甚至还冷冰冰的让他冷静点。说完，他就带着圣女转身离开。卡罗琳急着想拉住他，结果脚下一滑，整个人狼狈的摔倒在舞池中央。周围的议论声瞬间炸开了锅，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卡罗琳又在故意演戏博同情。卢锡安连头都没回一下，任由卡罗琳被那些流言蜚语淹没。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一件披风轻轻落在了他身上，是伊莎贝尔，这位身份尊贵的准皇后。伊莎贝尔也是这场游戏里最惨的受害者，她从出生起就是皇太子西格弗里德的未婚妻，甚至在皇太子出征的时候还能独自撑起整个国家的政务。西格弗里德这人其实很好对付，他骨子里极度渴望别人的认可，只要伊莎贝尔稍微夸他几句，这个平日里傲慢的皇太子立马就会露出那种单纯的笑容。可谁能想到，这么优秀的女人在圣女出现后竟然彻底哑火了。只要圣女在场，伊莎贝尔就像是被某种力量强行禁言，她明明有满肚子的话想反驳，可嘴唇却像被封死了一样，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圣女艾拉就趁着这个空档，不停地夸奖西格弗里德，把他捧到了天上去。西格弗里德果然上当了，他对着沉默的伊莎贝尔大发雷霆，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真的像圣女说的那样，心里根本就瞧不起他。就这样，皇太子亲手毁掉了婚约，让那个满嘴谎言的圣女坐上了太子妃的位置。卡罗琳看着眼前的伊莎贝尔，心里全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恋爱游戏，所有的女配角都在被系统针对，他们的未婚夫全被抢走了。既然知道了这个系统的阴谋，卡罗琳决定不再坐以待毙，她握住伊莎贝尔的手，让她尽管放心，这口气她一定要替大家讨回来。卡罗琳直接放了大招，劝伊莎贝尔把那些臭男人全扔了，既然他们没眼光，那咱们干脆自己寻找出路。可伊莎贝尔却根本不敢想，她觉得被皇太子退婚后，自己这辈子已经彻底毁了，连亲生父母都开始嫌弃她，更别说再找个好人家结婚了。卡罗琳却神秘兮兮地告诉她，别担心，3个月后会有一个救星降临，那是一个来自异世界的英雄，他会把大家从泥潭里拉出来。最离谱的是，卡罗琳居然提议让这个英雄把所有被抛弃的女孩都娶了，这就是游戏里隐藏的后宫结局。只要能过上安稳日子，谁还在乎那点名声呢？既然系统想玩死他们，那他们就干脆把这局游戏彻底玩坏。伊莎贝尔居然笑出了声，她说听了卡罗琳的这些话，心里总算好受了一点，甚至还替卡罗琳打抱不平，觉得卢西安放着这么好的未婚妻不要，简直是瞎了眼。卡罗琳这下真没话说了，明明是她想来安慰这个受害者，结果反倒被对方给治愈了。这些被系统抹黑的女配角，其实个个都温柔的让人心疼。虽然那些关于未来的预言，伊莎贝尔现在可能还听不进去，但卡罗琳已经在心里发了狠。这种离谱的剧本，她绝对不会让她演到最后。她郑重地向伊莎贝尔保证，把一切都交给自己她就好，最多只要1年的时间，她就要让这群被抛弃的女孩全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既然决定要救下那些被抛弃的女孩，第一件事就是得把那个英雄查个底掉。卡罗琳一头扎进皇家图书馆，想从这些旧书里翻出点有用的线索。坐在这儿，那些扎心的回忆就止不住的往外冒。以前的他虽然看着张扬，骨子里却很内向，最喜欢的就是安静的陪在卢锡安身边，哪怕不说话，只要能待在他附近就足够了。可自从艾拉出现，那个位置就不再属于他了。看着卢锡安对别人温柔的样子，他赶紧拍了拍脸，强迫自己清醒过来。现在可不是在这儿瞎想的时候，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办。翻遍了图书馆的所有藏书，竟然找不到一点关于英雄的记载。卡罗琳只记得3个月后他会出现，不仅会拯救国家，还会把他们这些被抛弃的倒霉蛋全都收进后宫。可奇怪的是，历史书上全是圣女的传说，却连英雄的影子都看不见。难道那个人根本就不会出现？不行，他必须得相信这个唯一的希望，否则大家就真的没救了。他拼命回想前世看过的游戏预告，只记得那个英雄长得确实很帅，可具体的细节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种守着秘密却没人商量的感觉，真的快要把他给憋疯了。本来还以为伊莎贝尔也是穿越过来的，结果试探了半天，他对游戏的事啥都不知道。看来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只有卡罗琳一个人知道未来的走向了。不对，差点把那个圣女给忘了。艾拉肯定知道第1部游戏的剧情，但她知不知道那个即将出现的英雄？虽然2人现在的关系有点尴尬，但为了大家，还是得找机会去问问他。说起来，艾拉该不会是想开后宫吧？明明都已经结婚了，还把卢锡安那帮男人全都留在身边。不过他根本没必要担心，卢锡安那家伙早就被他迷得不行了，连名字都取得这么像女主角藤仓艾拉。真好奇他的名字写成汉字是什么样。算了，还是先操心眼前的烂摊子吧。本来想在图书馆躲个清静，结果
这熟悉的说话声一响，卡罗琳就知道准没好事。抬头一看，果然又是那3个走到哪儿都要粘在一起的家伙。艾拉在那儿对着满屋子的书大呼小叫，卢西安和西格弗里德就跟在后头，一个温柔的笑着解释，另一个恨不得把所有本事都显摆出来。这画面简直就是大型凡尔赛现场。西格弗里德还吹嘘自己读完了外交书籍，艾拉立马一脸崇拜的夸他好酷。这几个人吵得卡罗琳根本没法看书，尤其是那个卢西安，明明都已经是个被拒绝的失败者了，干嘛非要凑在人家两口子中间？这画面看着真是让人头大。还好那几个人没发现躲在角落的卡罗琳，他可不想在这种时候去凑热闹。不过听那2个路人的口气，西格弗里德的处境似乎没表面上那么稳当。原来这2个穿制服的是宫廷官员，他们正凑在一起嚼舌根，说皇太子虽然娶了圣女，却也因此失去了众臣的支持，这王位能不能坐稳以后还真不好说。回想这2年，艾拉简直就是这个世界的宠儿，不仅拯救了世界，还把4个极品男人迷得死死的。哪怕她行为粗鲁，裙子短得不像话，大家也只会觉得这是圣女的个性，甚至连贵族小姐们都开始跟风模仿了。这种不讲道理的主角光环，真的能一直维持下去吗？本来想安安静静躲着，结果还是被发现了。卡罗琳定在原地，这下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眼前这个男人一眼就认出了他，那些不堪回首的烂事儿瞬间全涌了上来。以前为了引起卢西安的注意，他确实干过不少蠢事，甚至故意穿得花枝招展去勾搭别的男人，结果卢西安根本没反应，反倒招惹了一群像他这样的苍蝇。既然躲不掉，那就干脆装不认识。他冷着脸问对方到底是谁，可这男人显然没打算轻易放过他，居然还提到了以前写的那些信。看着对方步步逼近，卡罗琳只觉得一阵头大，以前留下的烂摊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这个男人一脸同情地说，未婚夫被圣女抢走，肯定让卡罗琳疯了。他一边跟同伴肆无忌惮的嘲笑，一边还假惺惺的显摆自己已经订婚了。接着他居然恬不知耻的提议让卡罗琳去当他的情妇，甚至还动手动脚去摸她的头发。卡罗琳直接一把甩开，冷笑着回怼，凭他的身份也配吗？男人非但没收敛，反而凑得更近了。他说反正婚约都要解除了，自己很乐意给这位落魄大小姐一点安慰。这种恶心的嘴脸让卡罗琳看一眼都觉得反胃。这就是以前那个卡罗琳留下的名声，在别人眼里他不过是个又可悲又好笑的玩物罢了。就在这男人准备进一步纠缠时，一个熟悉又冰冷的声音响了起来。卢西安直接挡在了卡罗琳面前，他冷冷地看着那个闹事的家伙，问他难道没学过规矩，不知道在图书馆要保持安静吗？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男人，这下彻底哑火了，只能尴尬地找个借口赶紧溜走。卡罗琳心里直犯嘀咕，明明卢西安以前才是最吵的那个人，现在居然反过来教训别人，这简直就是贼喊捉贼。虽然心里有点不服气，他还是礼貌递到了声线。可奇怪的是，卢西安帮完忙竟然没打算走，他像是看穿了一切，直接点破了卡罗琳的小心思。原来他从一开始就在这儿，甚至连他喜欢坐哪都一清二楚。他说这只是习惯成自然，因为卡罗琳总是坐在这个位置，所以他总会下意识地看向这里，嘴上说着要解除婚约，可这关注度是不是有点超标了？卡罗琳随口打听起圣女的近况，卢西安倒是表现得很淡定，说人家正忙着跟皇子共进午餐，还要继承皇室的传家宝。听着自己的未婚夫亲口描述别的男人有多甜蜜，这画面怎么看都透着一股讽刺。卢西安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他突然对卡罗琳手里的书起了兴趣，随口问了一句：“你在这儿偷偷研究什么呢？”这下可把卡罗琳吓得不轻，想遮掩已经来不及了。书页上明晃晃地写着关于魔兽和圣女的弱点。虽然他嘴上拼命解释没动歪心思，可心里却在疯狂打鼓。毕竟在觉醒前世记忆之前，他确实想过要除掉圣女。卡罗琳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只是在研究圣女传说，想看看除了艾拉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异世界来客。卢西安虽然表示没听说过，但他接下来的话却很有深意。他说卡罗琳总是能未雨绸缪，甚至比所有人都要敏锐。他甚至主动提出，如果卡罗琳发现了什么新线索，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他。卡罗琳在心里暗暗纠结，他知道3个月后勇者就会降临，但现在就把底牌全亮出来，显然还不是时候。眼看卢西安准备离开，卡罗琳却突然开口叫住了他。卡罗琳一脸无奈地摊了牌，说他父亲死活不同意退婚，毕竟在高阶贵族眼里，婚姻从来就不是2个人的私事，手续复杂倒还在其次，关键是他父亲觉得卢西安跟圣女关系好反而是件好事，这能给家族带来更大的利益。相比之下，卢西安动作倒是挺快，已经说服了家里，现在所有的压力全在卡罗琳这边。可他并没有打算放弃，反而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早有计划，只要能找个比卢西安更优秀的男人，他父亲绝对会立马点头。卢西安听完这话，整个人都不好了，忍不住反问了一句：“这世上难道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卡罗琳没给解释的机会，丢下一句已经有人选了，就匆忙跑路，留下卢西安一个人在原地，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嫌弃了。卡罗琳一溜烟跑出了图书馆，总算能松一口气了。刚才差点就把不该说的全抖出来，他忍不住感叹，卢西安有时候真是体贴的过分。可这种温柔在卡罗琳眼里却是一把双刃剑，他这人就是典型的外冷内热，只要看到别人有困难，就绝对没办法做事不管。当初他之所以会
会去关心圣女艾拉，恐怕也是因为这种性格使然。可谁能想到，那份单纯的同情最后竟然变了质，让他彻底把未婚妻抛在了脑后。看着卢锡安现在的样子，卡罗琳心里已经有了决断。既然这种温柔让他活得这么累，那不如就由他来亲手斩断这一切。不管是他这个名义上的未婚妻，还是那个让他牵肠挂肚的圣女，卢锡安都应该从这些束缚里解脱出来，去过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卡罗琳原本想的挺美，既然铁了心要退婚，那这段时间最好绕着皇宫走，省得跟卢锡安撞个正着。可现实很快就给他泼了盆冷水，他还没来得及躲清静，一封邀请函就直接送到了面前。看清内容的那一刻，卡罗琳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居然是圣女艾拉发来的晚宴邀请，而且艾拉还在信里特别强调，一定要让她带上未婚夫卢锡安。女仆们都在夸卡罗琳美得不像话，卡罗琳却盯着镜子发呆，这身衣服真的合适吗？会不会显得太有攻击性了？毕竟在大家眼里，她以前可是个为了男人发疯的女人。女仆们赶紧连声否定，生怕她又钻了牛角尖。其实现在的她比任何时候都要耀眼。以前为了跟艾拉较劲，她总是化着厚厚的浓妆，恨不得把野心全写在脸上。但这次她决定换个活法，这种清透自然的妆容反而让她美得更有底气了。虽然眉眼间还带着点反派气质，但那股优雅劲儿确实没得挑。卡罗琳终于露出了笑容，真心的向大家道谢。看来这次华丽转身，她是真的准备好了。多丽丝这下是真的绷不住了。卡罗琳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就感慨地说：“看到小姐终于找回自我，真是比什么都强。”回想起这几年的荒唐日子，卡罗琳为了卢锡安，一个人硬闯各种晚宴，连最后的尊严都丢光了。这些委屈，身边的女仆其实全看在眼里。不过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卡罗琳现在想得很明白，以后她只为自己而活，只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多丽丝还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卢锡安今天竟然要亲自来接她。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毕竟自从艾拉出现后，卢锡安就再也没管过卡罗琳。那个女人总有各种借口，一会儿说有魔兽，一会儿说水晶球黑了，变着法子把男人全抢走。这回卢锡安主动上门，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卡罗琳突然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这是最后一次让卢锡安送她了，因为她打算正式退婚。这话一出，旁边的女仆们全都定住了。以前卢锡安总是为了艾拉放他鸽子，把她当成可有可无的陪衬，现在的卡罗琳可不打算再受这份气。看着镜子里精致的自己，她觉得这副长相明明就很可爱嘛。其实前几年因为压力太大，她总是靠暴饮暴食来发泄，结果身材走样，连皮肤也变得很糟糕。但自从找回了前世的记忆，她就开始疯狂健身和调理。现在的她头发顺滑，身材也恢复到了巅峰状态。既然卢锡安不懂得珍惜，那她就带着这份美貌，昂首挺胸的去迎接新生活。女仆们比她本人还要激动，非要给她戴上最扎眼的珠宝，要让全社交界都知道，现在的卡罗琳才是全场焦点。大门缓缓推开，卢锡安已经在马车旁等着了。虽然穿得英挺帅气，但整个人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卡罗琳心里很清楚，她现在肯定是100个不情愿。毕竟今晚这场宴会的主人正是刚当上皇太子妃的艾拉，那个卢锡安深爱着的女人。艾拉甚至还专门寄来请帖，点名要卡罗琳带上未婚夫出席，这不明摆着是杀人诛心吗？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卡罗琳表现得落落大方，礼貌地感谢他的护送。可卢锡安只是冷淡地应了一声，连个正眼都没给他。卡罗琳试探着叫了他一声，卢锡安连头都没回，直接冷冰冰地丢下一句上车。这态度简直就是把冷暴力写在脸上。卡罗琳忍不住叹了口气，这哪里是去参加晚宴，简直就像是要去奔赴战场。不过没关系，他今晚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只要能顺利把婚退了，受点冷落根本不算什么。可等真正坐进马车里，车厢内的气氛还是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两个人相对而坐，却连半句交流都没有。卢锡安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完全把他当成了空气。既然对方这么不待见自己，那今晚的退婚计划必须得抓紧办了。看着卢锡安那张阴沉的脸，卡罗琳突然反应过来了，他肯定是在担心自己待会又去闹事，于是他赶紧主动表态，今晚绝对不给他添任何麻烦。他甚至连退路都帮他想好了，只要见完皇太子，他就立刻找个借口消失，让他有大把时间去陪圣女艾拉，想怎么跳舞就怎么跳舞。可卢锡安听完这番话，非但没有松口气，反而整个人变得更古怪了。他沉默了半天，突然阴阳怪气的反问了一句：“你今晚不打算跟那个男人跳舞吗？就是你口中深爱的那个？”这话直接把卡罗琳给问懵了，怎么话题突然扯到这上面来了？卡罗琳果断摇了摇头，说那个人今晚根本不会出现。卢锡安这下更纳闷了，这种名流云集的场合，那个男人怎么可能会缺席？卢锡安显然没打算放过那个话题，非要打听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卡罗琳只能硬着头皮胡编乱造，说那个人现在根本不在国内，这才勉强把话给搪塞过去。可他心里却越来越不安。卢锡安今晚亲自护送他出席，要是让家里那个老爹看见了，肯定会以为两人感情回温，到时候想退婚可就更难了。还没等他想好对策，卢锡安突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去做那些蠢事？”卡罗琳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只能愣愣地看着他。卢锡安开始一桩翻旧账，说他以前为了引起男人注意，不仅整天找圣女艾拉的麻烦，还故意穿那些暴露的衣服，简直是把荒唐2个字写在了脸上。听着这些黑历史被当面拆穿，卡罗琳尴尬得恨不得原地消失。虽然那些事都是原主干的，但现在这口黑锅只能由他自己背下去了。
听着卢锡安这些自以为是的指责，卡罗琳心里只觉得一阵悲凉。原来在所有人眼里，原主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女人，可真相明明是圣女艾拉在自导自演，故意陷害那个可怜的姑娘。这种被全世界误解的愤怒，瞬间冲破了理智的防线。这已经不只是剧情的安排了，而是他替原主感到的不公。凭什么受害者要被钉在耻辱柱上？卢锡安显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那儿试探着叫他的名字。可下一秒，卡罗琳直接爆发了，他猛地伸手拽住卢锡安的领带，强行让他直视自己的眼睛。你问我为什么要干那些蠢事，难道这还不明显吗？卡罗琳几乎是吼着说出了那句话，因为我当时真的爱惨了你啊！这一声表白简直是撕心裂肺。卡罗琳当众撕开了最后一点体面，质问卢锡安到底能有多蠢。哪怕到了这一步，他心里还记挂着卢锡安。卡罗琳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现在听起来简直像个讽刺。卢锡安竟然彻底沦陷了，他那颗冰冷的心就这么被艾拉给勾走了。哪怕全世界都在看卡罗琳的笑话，哪怕父母都在为她的卑微感到痛心，作为那个被抢走未婚夫的可怜虫，卡罗琳竟然还在选择相信，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爱情，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背叛。卢锡安，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弄丢了什么？卡罗琳亲口承认了，以前那些荒唐的黑历史，不管是穿衣出格还是出言不逊，其实都只是为了求关注。那时候的他真的走投无路了，满脑子想的都是只要你能再看我一眼就好。可这种卑微的爱，现在已经彻底翻篇了。曾经那种疯狂的执念，如今只剩下一点苦涩的余味。他终于能像个旁观者一样平静地祭奠这段初恋。卢锡安还在拿骚扰说事，可卡罗琳的一句话直接戳中了要害。你从来没想过听听我的解释，只会一味地指责我太情绪化。看着眼前这个冷静的可怕的女人，卢锡安第一次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错得离谱。卡罗琳这次是彻底摊牌了，我不爱你了，也不需要你的原谅，这婚约就到此为止吧。卢锡安觉得他冷漠的过分，好像在说别人的家务事。可卡罗琳根本不打算留面子，凭什么只有你在这装受害者？与其说是受害者，不如说你更像个悲剧英雄。这种自以为是的深情，真的让人看够了。卢锡安竟然还怀念以前那个单纯的他，觉得现在的他满身带刺。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动静，马车停稳，卢锡安直接摆出了霸道架势。今天我就是你的护花使者，而且不接受任何投诉。这种话要是放在以前，卡罗琳可能会高兴的睡不着觉，可现在听起来，只觉得这种迟到的深情真是比草还亲贱。他平静地搭上那只手，既然是演戏，那就把这场最后的舞跳完。可一进会场，这阵仗大得让人心里发毛，几乎全城的贵族都到齐了，皇宫里到处都是人。明明前几天才刚办完大婚，现在又搞出这么大的排场，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晚宴，更像是一场精心准备的陷阱。这两个人居然一起露面了，舞会上的八卦瞬间炸开了锅，大家都在等着看卡罗琳的笑话，赌他今晚会不会又为了圣女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疯。这些刺耳的嘲讽，卡罗琳早就听腻了。以前的她总想自证清白，结果却在这些恶意中越陷越深。但现在的她已经想通了，这种无聊的游戏，她不打算再玩下去了。就在流言蜚语最难听的时候，卢锡安突然凑到了他耳边，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直接冷脸扫视全场，那眼神像是要把那些长舌妇生吞了。你们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这一声怒斥，吓得周围的人立马闭了嘴。谁也没想到，一向冷漠的卢锡安竟然会当众维护这个弃妇。感受着肩膀上传来的力道，卡罗琳长舒了一口气。既然有人愿意当这个挡箭牌，那他也没必要再客气。看着周围那些指指点点的人，卡罗琳突然发现，其实乱嚼舌根的也就那么几个。以前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笑话自己，现在看来不过是自己吓自己罢了。这场无聊的闹剧该结束了，他可不是那种任人捏的软柿子。既然要玩，那就把丢掉的面子全都找回来。走吧，卢锡安。他主动发出了邀请，语气里满是自信，反倒是卢锡安停顿了一下，才赶紧跟上他的脚步。今晚的主角终于登场了。艾拉一看到卢锡安，偏偏在走近的时候脚下一滑，直接朝着他怀里栽了过去，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卢锡安几乎是本能的松开卡罗琳，伸手接住了那个摇摇欲坠的身影。你总是这么不小心。他的声音里透着无奈和宠溺，仿佛刚才那个维护卡罗琳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卡罗琳站在一旁冷冷的看着，艾拉这种拙劣的演技竟然每次都能让卢锡安上钩，看来在这场三个人的戏里，他依然是个多余的外人。换做以前的卡罗琳看到这一幕肯定会当场发疯，把这舞会闹个天翻地覆。但现在的他只想离这两个人远点，这种烂摊子谁爱收谁收吧。还没等他走远，西格弗里德就走了过来，语气里满是不耐烦，怪他们来得太晚。卢锡安只能低声道歉，刚才那点暧昧瞬间散了个干净。看着眼前这复杂的局面，卡罗琳突然反应过来，这不就是他今晚要等的那个机会吗？放眼望去，舞会里全是平时见不到的大人物，这些所谓的攻略对象和他们的未婚妻竟然全都凑齐了。可还没等卡罗琳高兴太久，气氛就突然变得有点诡异。她盯着前方，下意识叫出了那个名字：伊莎贝尔。作为全场关注的焦点，伊莎贝尔竟然穿得格外寒酸，甚至连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西格弗里德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当众质问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卡罗琳心里咯噔一下，这绝对不是巧合，在这种场合故意让伊莎贝尔难堪，看来是有人在背后下套啊。艾拉那个笑容明显不对劲，西格弗里德一脸疑惑地问：“你不是说今天不来吗？”
伊莎贝尔彻底僵在原地。明明是听说皇太子身体不舒服，她才急匆匆赶过来探望的。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刺耳，大家都觉得伊莎贝尔是受了刺激才会穿成这样跑来发疯。曾经高傲的大小姐，现在成了所有人眼里的笑话。伊莎贝尔死死攥住裙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下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艾拉这演技简直绝了，她居然反咬一口，说伊莎贝尔穿成这样是看不起她举办的晚宴。她还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说自己只是想搞好关系，结果却被这样羞辱。西格弗里德果然上当了，看伊莎贝尔的眼神全是失望。伊莎贝尔根本没见过这种阵仗，她从小被当成皇后培养，哪里斗得过这种阴险手段？大家开始私下议论，让伊莎贝尔当皇太子妃真的合适吗？卡罗琳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这场针对伊莎贝尔的围猎开始了。艾拉这招真的太狠了，抢走未婚夫还不算完，他还想让伊莎贝尔当众出丑，彻底坐实疯女人的名头。就在艾拉以为胜券在握时，卡罗琳竟然站了出来，她笑着看向伊莎贝尔，语气里全是赞赏。她说自己原本也想这么穿，只是担心撑不起这种气质。这话一出，全场的人都愣住了。卡罗琳接着对大家说，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在艺术之都尤泽里亚，这种返璞归真的自然风格才是现在最顶级的时尚。其实卡罗琳是在作弊，她想起了前世看过的游戏预告，这种崇尚自然的穿衣风格本来还要2个月才会流行，但为了帮伊莎贝尔解围，她当众撒了个大谎，说自己收到了艺术家的私信，这种简约风才是现在的顶流。这群贵族哪懂什么艺术，一听是艺术之都的新风向，立马反过来吹捧伊莎贝尔，夸她审美超前，是走在时尚最前沿的女神。卡罗琳这招真的太绝了，不仅化解了危机，还让伊莎贝尔成了全场焦点。她贴在对方耳边轻声提醒，现在千万不能哭，只要你一示弱，这场仗我们就彻底输了。艾拉果然不是省油的灯，她故意偷换概念，说追求自然不代表能穿便装，还装出一副心直口快，不小心说错话的无辜模样。这招以退为进确实厉害，周围的墙头草立马倒戈，纷纷夸赞圣女睿智，觉得她说的非常有道理。卡罗琳在心里冷笑，她原本不想这么快撕破脸，但既然艾拉非要斗到底，那她也没必要再客气了。他直接走到艾拉面前，笑着问她是不是忘了两人之间还有一个约定。这下连西格弗里德都懵了，他们私下到底达成了什么交易？卡罗琳直接向皇太子请示，想要当众揭开那个所谓的约定。艾拉这下彻底急了，赶紧装出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模样，拼命想拦住卡罗琳。卡罗琳心里其实很没底，她觉得自己人微言轻，根本没人会相信她的话。就在她快要退缩的时候，卢西安竟然站了出来，他不仅替卡罗琳撑腰，还要求皇太子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有了这位大佬坐镇，西格弗里德只能点头答应。卡罗琳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她当众提到了一个关键地方，皇家学院。卡罗琳当众翻起了旧账，当初皇太子确实交代过，让他们带刚到这里的圣女，可实际上艾拉只有在男人面前才会装出一副乖巧的样子。私底下伊莎贝尔发出的邀请，不管是喝茶还是聚会，艾拉通通拒绝。她正忙着攻略那4个男人，哪有闲工夫理会这些女配角？所以卡罗琳心里很清楚，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约定，这完全就是一场豪赌。他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给艾拉戴了一顶高帽子。他说艾拉曾经亲口拜托过，如果以后自己犯了错，请大家一定要当面指出来。这种虚怀若谷的圣女形象，直接把艾拉架在火上烤了。艾拉整个人都听傻了，他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但卡罗琳还没打算停手，他知道西格弗里德最爱听好话，于是顺着他的喜好拼命捧杀。这下艾拉要是敢反驳，就是在打皇太子的脸。卡罗琳发现全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这正是他反击的最好时机。他决定把之前收集到的情报当成最致命的武器抛出来。他先是当众赞美了皇太子，还有那位高高在上的圣女艾拉，夸奖他们带兵打仗辛苦了，成功消灭了边境的魔兽。可还没等对方得意太久，卡罗琳就话锋一转，提到了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边境的村庄现在还是一片废墟，无数人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他看着西格弗里德的眼睛，语气诚恳地发问，既然2位是整个国家的希望，难道不该先拿钱去救济灾民吗？现在建国祭马上就要到了，皇室却还在举办这种奢华晚宴，要是让受苦的百姓知道了，他们心里会怎么想？这番话直接把2人架在了火上。卡罗琳这是在逼他们表态，是要继续享受这虚伪的繁华，还是要在全城百姓面前丢尽脸面？卡罗琳这出戏演得滴水不漏。她说伊莎贝尔一直都在用行动默默支持着圣女的决定，她故意把那个虚构的约定说得像是真的一样，还口口声声说圣女这么善良，肯定能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现在全场的压力都给到了艾拉，卡罗琳在心里冷笑，既然你这么喜欢演圣女，那这个哑巴亏你是不吃也得吃。他倒要看看，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这位圣女大人到底该怎么收场。艾拉赶紧拉住西格弗里德，拼命解释自己根本没许过什么承诺。可还没等他说完，又有人站出来补刀了。卢米娜当众作证，说他们确实和艾拉有过约定，连克拉丽丝也跟着跳了出来，一口咬定自己也是见证人。艾拉还想再解释，西格弗里德却直接叫住了他的名字。看这架势，他是打算听信这些人的话了吗？谁能想到西格弗里德居然是这个反应？他不仅没生气，反而一脸感动地说，这简直太美好了。在他眼里，这哪是什么针锋相对的修罗场，分明是女孩子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他还感慨自己之前的担心全是多余的。
西格弗里德甚至当众表态，说等他继承王位以后，也要向这些优秀的女性学习，还要多听听像卢西安这样的朋友给出的建议。他挨个点名感谢卡罗琳、卢米娜、克拉丽丝，最后还特意提到了伊莎贝尔。他说自己和妻子一定会记住这次的教训。这番话直接把在场的人都给说愣了。伊莎贝尔只能赶紧顺着话头表忠心，说相信殿下一定会带领国家走向辉煌。西格弗里德这招捧杀实在太绝了，他当众夸奖伊莎贝尔比任何人都高贵美丽。伊莎贝尔向卡罗琳道谢，卡罗琳哪见过这种阵仗，只能笑着说自己只是想帮忙。卡罗琳心里很清楚，真正帮了自己的是卢米娜和克拉丽丝，她赶紧私下向这两位道谢。卢米娜倒是快人快语，直言自己早就看那些人不顺眼了，这次顺手教训一下，心里别提多痛快了。克拉丽丝却还在纠结，觉得自己刚才表现得不够聪明。卡罗琳看着她这副样子，只觉得这个比自己小1岁的妹妹实在太可靠了。卡罗琳趁热打铁，提议大家以后干脆就当好姐妹，没想到大家答应的特别痛快。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他们这4个人几乎从来没见过面，这分明是有人故意不想让他们联手。既然现在聚在了一起，卡罗琳提议大家建立统一战线，互相交换情报，毕竟他们现在的处境都不太妙。克拉丽丝叹了口气，说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下个月她的婚约就要被取消了，这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卡罗琳笑着安慰大家，说那些骗子就交给圣女去对付，他们只需要期待美好的未来就行，还约好了下次一起去她家喝茶。这几个被命运捉弄的女人终于要开始反击了。卡罗琳主动向伊莎贝尔发出了邀请，希望她也能加入这个小团体。原本以为伊莎贝尔会拒绝，可她接下来的话却让所有人沉默了。伊莎贝尔坦白说自己其实什么都懂，她知道今晚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探望，更知道那个已经结婚的男人不可能真的关心她过得好不好。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踩进了陷阱，因为只有亲眼看到那残酷的一幕，她才能逼自己彻底死心。卡罗琳什么都没说，只是用力地抱住了这个心碎的女人，告诉她现在已经安全了，不需要再为了尊严强装笑脸。这一刻，伊莎贝尔积压已久的委屈彻底爆发，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原来最深的坚强背后全是伤痕。谁能想到，平时最爱面子的克拉丽丝竟然也忍不住大哭起来。她说自己心里也憋屈的要命。卢米娜被这突如其来的情绪吓了一跳，赶紧手忙脚乱地安慰她。可这种情绪就像会传染一样，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放下了戒备。卡罗琳看着眼前这几个女孩子，心里突然觉得特别踏实。原来在这个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真的不是孤军奋战。这些原本在剧本里注定要毁灭的女人，此刻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只要知道有人和自己感同身受，那些恐惧和不安一下子就消失了。晚宴结束了，卡罗琳坐在回程的马车上，看着窗外静谧的夜色，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这场原本针对她的陷阱，反而成了他们结盟的契机。她觉得这3个人简直太完美了，跟游戏里冷冰冰的纸面形象完全不同，聊起天来既温柔又有深度，让她感觉自己一下子多了好几个亲姐妹。卡罗琳甚至开始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要是能和这几位大美女再加上一个完美的丈夫，大家干脆一起生活在后宫里算了，不用勾心斗角，每天只剩下吃喝玩乐，这种日子光是想想就觉得美滋滋。卡罗琳一个没忍住，竟然在马车里直接笑出了声。坐在对面的卢西安一脸莫名其妙，问他到底在笑什么。卡罗琳赶紧收起那副不值钱的笑容，随口敷衍说没什么，毕竟这种惊世骇俗的念头要是真说出来，估计卢西安的下巴都要被惊掉了。卢西安一眼就看穿了卡罗琳的小心思，吐槽她从刚才起就一直在傻笑。卡罗琳赶紧嘴硬说自己天生就长这样，其实心里纳闷的要命，这家伙现在怎么还不走？按照原本的游戏剧情，晚宴结束后，卢西安应该留在会场，可现在两人竟然并排坐在马车里，这剧情崩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了。卡罗琳这才反应过来，既然游戏已经通关了，那些所谓的恋爱事件也就彻底消失了。卡罗琳忍不住偷偷瞄了卢西安一眼，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当初这个男人被拒绝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躲起来偷偷哭过？她摆出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样子，笑着对卢西安说：“要是心里觉得委屈，在自己面前哭出来也没关系。”结果卢西安整个人都定住了，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她，显然没跟上卡罗琳跳跃的脑回路，气氛瞬间变得有点诡异。卡罗琳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赶紧在心里把刚才的话撤回。这种失恋的痛苦，还是让她自己一个人慢慢消化吧。就在她尴尬的不知所措时，窗外突然闪过一道亮光，那棵在月光下发光的巨树，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地方？卢西安和卡罗琳已经来到了这棵巨树脚下。卡罗琳有些不好意思，直说麻烦他陪自己绕远路了。卢西安倒是没在意，只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卢西安忍不住开口问。卡罗琳看着树上结出的果子，语气里满是怀念。这是南方很受欢迎的一种水果，在王都恐怕只有这里才能见到了。卡罗琳摘下一颗果子，兴奋地跟卢西安分享，说这果子又甜又多汁，连家里的女仆们都特别喜欢。看着手里金灿灿的果实，她突然有些失神，这味道简直和前世吃过的枇杷一模一样。卢西安站在一旁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卡罗琳回过神，伸手想去够更高处的果子，可就差那么一点点，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卢西安已经从身后伸出手，轻而易举地帮她摘了下来。谢谢。卡罗琳接过果子，两人的距离好像在这一刻悄悄拉近了。
卢锡安有些好奇，问他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基地的。卡罗琳随口回了一句：“因为以前经常来这儿看骑士团操练。”话刚说完，他就恨不得把舌头咬掉。这不等于当众承认自己以前是个跟踪狂吗？那时候的他总是躲在远处，拿着望远镜偷偷观察卢锡安的一举一动，生怕他训练太刻苦伤了身体。卢锡安倒是没深究，觉得这里的视野确实不错。卡罗琳赶紧找补，说离得这么远，其实什么也看不清。可卢锡安却突然想起，他以前最擅长做高倍望远镜了。如果是用那个的话，操练场上的细节根本藏不住。面对他怀疑的目光，卡罗琳只能拼命摇头否认。反正那些陈年旧事，只要他不承认，就没人能定罪。在原本的游戏设定里，卢锡安其实是个靠脑子吃饭的谋士，可谁能想到，他最后竟然成了冲在最前面的头号战将。他之所以拼了命地变强，全都是为了保护艾拉。卢锡安无奈地调侃说：“没想到当年的秘密特训，竟然全被他给偷看了。”卡罗琳反倒打趣起来，说：“既然是秘密行动，那你们的防范意识也太差了，尤其是西格弗里德，你可得帮他盯紧点。”卢锡安感叹说：“你才更像那个出谋划策的人。”卡罗琳赶紧摆手，这种麻烦差事他可不想干。两人并肩走在树影下，卢锡安问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卡罗琳解释说，只是根据地图推测出来的，这不就是他们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吗？卢锡安轻声感叹说，他一直都很擅长这些。看着卢锡安那副成熟又温柔的模样，卡罗琳心里却莫名有些乱。他现在是在想念王宫里的伙伴，还是在透过自己寻找谁的影子？为了打破这种微妙的气氛，他赶紧讲起以前训练时的糗事，说自己有次扭伤了脚想硬扛，结果医护队竟然像有预感一样，直接冲过来把他带走了，真是太奇怪了。卡罗琳一边说一边观察他的反应。卢锡安先是沉默了一瞬，随即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原本有些沉重的话题，全都在这爽朗的笑声里化解了。卢锡安笑得停不下来，调侃说他当年躲在树丛里，一边偷看操练，一边偷吃水果的样子，简直就像个调皮的小猴子。卡罗琳急忙大声反驳，说自己才没有在偷看，只是当时年纪小，坐不住而已。可闹着闹着，他的神色却突然认真了起来。他说：“请卢锡安大人放心，以后无论他去哪或者跟谁在一起，自己都不会再多管闲事了。”卢锡安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原来是这样，那他就彻底放心了。”卢锡安开始漫不经心的打听起南部领地的事，卡罗琳对答如流，甚至连他即将继承的家业都清清楚楚。卢锡安接着又聊起最近流行的时尚话题，看似是在闲谈，实则每句话都在试探卡罗琳的底细。卢锡安终于忍不住拆穿，说他没必要表现得这么戒备，他只是很惊讶卡罗琳竟然能把话术玩得这么圆滑，轻而易举就能把人绕进圈子里。卡罗琳索性抬起头，大声反驳，坚称自己绝对没有做错，反倒是艾拉当众羞辱伊莎贝尔的行为，简直无理到了极点。卢锡安又开始习惯性的替伊拉辩解，说那次聚会只是邀请函出了错，还强调他来自异世界，希望大家能对艾拉多点包容。这些话卡罗琳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无非就是艾拉已经很努力了，或者是责怪别人为什么要排挤艾拉。可卢锡安却突然停了下来，他自嘲的笑了笑，说没想到这些维护的话竟然已经成了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看着他这副落寞的样子，卡罗琳心里很清楚，他根本就没放下那段感情，毕竟亲眼看着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还要去参加人家的乔迁派对，这种滋味换谁都不好受。他心里一定攒了满肚子的话想说，却碍于身份和体面，只能把所有的委屈都烂在肚子里。卢锡安很快调整好了情绪，他重新变得冷静且理智，赞同说现在的确不是聚会的时候，领地重建才是重中之重，甚至后悔自己没能早点出面制止。卢锡安忍不住感叹，没想到卡罗琳竟然敢在殿下面前直言不讳，这种大胆又率真的样子，确实是他从未见过的另一面。卡罗琳却觉得他根本不会在意自己。其实卢锡安和他一样，都是这场命运游戏的受害者。虽然已经没有了男女之情，但毕竟是青梅竹马，他还是想做点什么让他振作起来。就在卢锡安准备开口时，卡罗琳突然打断了他，语气里满是兴奋和果断。他说：“卢锡安大人，先听他一言，也许他真的有办法能让他和那位艾拉小姐终成眷属。”卢锡安整个人都定住了，这突如其来的神转折让他半天没说出话来。这种话也敢随便说？卡罗琳居然提议要帮卢锡安抢回艾拉，卢锡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卡罗琳却一脸认真，觉得两人的利益完全一致。卢锡安还是清醒的，毕竟伊拉已经是西格弗里德的王妃了，这可是公然挑衅皇室。没想到卡罗琳根本不听劝，反而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她似乎已经找到了那个唯一的答案。卡罗琳突然变得很严肃，说要聊聊她未来的丈夫。卢锡安听得一头雾水，一个还没出现的人，怎么就成命中注定了？被这么当面拆穿，卡罗琳自己也觉得像在说胡话。卢锡安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做梦还没醒。可卡罗琳接下来的话直接让卢锡安没法淡定了。他说那个男人是拯救世界的英雄，这到底是预言还是他真的疯了？卢锡安觉得世界已经安全了，毕竟伊拉才刚刚拯救了王国。可卡罗琳却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更大的危机马上就要来了。看着对方完全不信，卡罗琳赶紧把话圆了回来，说反正会有个新英雄出现，把所有烂摊子都收拾掉。眼看越解释越像疯话，卡罗琳干脆直接跳到结局，说那个英雄拯救世界后居然开了一个大后宫。卢锡安这下
彻底懵了。救世主最后去开后宫，卡罗琳还一脸认真的科普，就是一个人站着好几个美女。卡罗琳越说越起劲，满脑子都是多娶几个老婆。卢锡安整个人都听傻了，嘴里一直重复着这个词。卢锡安终于忍不住了，大声质问卡罗琳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可卡罗琳不仅没收敛，反而笑得更开心了，觉得这简直是个天才想法。卡罗琳的逻辑也是没谁了，觉得如果英雄只选一个老婆，那剩下的美女不都得伤心死？为了不让大家打起来，干脆让英雄把他们全收了。这种离谱的歪理，听得卢锡安三观都要碎了。他最后忍不住问了一句：“难道你对这种事一点都不介意吗？”卢锡安突然深情了起来，问他难道不想成为爱人的唯一吗？卡罗琳一眼就看穿了，他这是还没从艾拉那儿走出来，在这儿借题发挥呢。他可不打算惯着这种情绪，直接当面揭开了他的伤疤，说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想法，才让他现在过得这么惨。卢锡安被说得老脸一红，赶紧解释这事儿跟自己没关系。他平复了一下心情，又把那个离谱的问题抛了回去，问他到底能不能接受跟别的女人分享丈夫。本以为卡罗琳会犹豫或者生气，谁知她居然一脸淡定，直接回了句我不介意。这下轮到卢锡安怀疑人生了，这姑娘到底在想什么？卡罗琳这番话简直是平地起雷，她说自己早就受够了那种从一而终的死板关系。卢锡安直接被干沉默了，一句话都接不上来。卡罗琳心里其实也觉得有点毒舌，但一想到这家伙以前是怎么冷落原主的，就觉得让他尴尬一会儿也挺好，反正这也是他欠下的债。其实卡罗琳对谈恋爱真没啥兴趣，毕竟在上辈子当加奈的时候，她可是个资深游戏宅，比起现实里那些麻烦的感情，还是游戏里的纸片人更像。以前的卡罗琳满脑子都是卢锡安，恨不得把整颗心都掏给他，但现在的他可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也觉得眼前这男人挺帅，但这种喜欢可不是那种卑微的自我牺牲。卡罗琳还在那儿推销他的理论，说卢锡安根本不用替他操心，反正未来的英雄会平等的爱每一个人，大家都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卢锡安听得一脸严肃，显然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看他这副反应，卡罗琳心里也开始打鼓，是不是自己步子迈得太大了？毕竟英雄还没召唤出来呢，现在说这些确实有点难让人相信。不过他手里还攥着个大招，他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更炸裂的想法：既然当老公的英雄能开后宫，那作为剩女的艾拉凭什么不能也给自己整一个？卢锡安这下是彻底听懵了，艾拉也要开后宫？卡罗琳越说越觉得有道理，反正伊拉也是从异世界来的，多找几个男朋友怎么了？他心里其实还在偷笑，这在专业术语里叫逆后宫。不过为了不让卢锡安当场疯掉，他决定还是把这个词烂在肚子里。卢锡安还在那儿反复确认，艾拉真的能有这么多丈夫吗？卡罗琳直接给他画了个大饼，说只要他愿意配合，他也能成为这后宫里的一员。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卡罗琳立马提出了交换条件，让他利用职务之便去调查英雄召唤的秘密。卢锡安一脸懵圈，不明白这事儿为什么要找他。卡罗琳可没打算客气，直接一顶厚颜无耻的帽子扣下来，说他难道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要到圣女的青睐吗？这一顿输出把卢锡安对得哑口无言。其实卡罗琳心里算盘打得响着呢，卢锡安可是皇太子的心腹，手里握着的权力和人脉正是他现在最缺的东西，只要能利用他的权限，那些查不到的档案就都不是问题。看着他那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卢锡安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卡罗琳笑得那叫一个灿烂，这下最难搞的通行证总算是弄到手了。卢锡安盯着卡罗琳半天才憋出一句：“你真的变了。”确实，现在的卡罗琳早就不是那个卑微的追随者了。卡罗琳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那个会为了他失去理智，整天寻死觅活的女人，已经彻底成为了过去式。从今往后，他们只是互相利用的盟友。看着卢锡安那副复杂的表情，卡罗琳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这种掌握主动权的感觉，可比当个恋爱脑强多了。看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只要能利用好卢锡安这块挡箭牌，顺利等到英雄降临，他就能彻底摆脱炮灰的命运，开启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卡罗琳正美滋滋地计划着要把刚摘的果子做成甜点，好在下次聚会时大显身手。他已经开始期待那种热闹又温馨的场面了。可卢锡安却完全没被这份快乐感染，他只是静静地站在后面，整个人显得心事重重，那种压抑的气氛跟眼前的欢快格格不入。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点什么，却又把话咽了回去。在这寂静的月色下，两人的心思显然没在同一个频道上，一个在憧憬未来的聚会，另一个却在为未知的变数担忧。卢锡安刚回到家，管家就一脸意外，看来连下人都觉得他这种人就该整晚在外面鬼混。卢锡安的父亲之所以敢这么放手，是因为卢锡安现在的地位太稳了，身为讨伐魔兽的圣骑士，又是皇太子的心腹，未来的宰相之位几乎是板上钉钉，甚至连跟卡罗琳退婚这种大事，父亲都没怎么反对，唯独对他迷恋艾拉这件事，老头子给出了最后的警告。现在卢锡安身上唯一的任务就是赶紧弄出一个继承人。卢锡安瘫在床上，今晚的聚会让他精疲力竭，他觉得自己真没用，竟然会紧张成这样。最近的聚会对他来说就像战场，艾拉穿得越来越招摇，他本想找他好好谈谈，但每次话到嘴边，心里总会冒出一股无名火，这种强烈的危机感让他快疯了。只要稍微一分心，艾拉就会被别人抢走，他绝对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卢锡安现在满脑子都是艾拉，他只想快点抓住那只手。至于曾经的未婚妻卡罗琳，早就被他忘得干干净净。其实
他8岁就跟卡罗琳订婚了，虽然是长辈安排的政治联姻，但两人出奇的合拍，甚至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彼此。他们喜欢同样的画册，经常凑在一起研究地图，聊那些遥远又神秘的国家，甚至还会一起规划环球旅行。那段日子确实挺开心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卢锡安不再把她当成联姻对象，而是真正把她看作一个女人。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两个是天经地义的一对。卢锡安的身体就像着了魔一样，竟然主动吻了卡罗琳。其实，在那一刻，他心里确实是有卡罗琳的，甚至已经计划好了，等讨伐完魔兽回来，就正式跟他商量结婚的事。可谁能想到，那份感情竟然说没就没。在之后的整整2年里，他把卡罗琳忘得一干二净，满脑子只剩下那个新欢。直到现在，他才发现自己又开始想他了。可这种话，现在还有谁会信呢？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的关系变得这么扭曲？难道是因为艾拉的出现吗？当时的战场简直就是地狱，魔兽怎么杀都杀不完，大家早就到了极限，再这样耗下去，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卢锡安在那一刻突然想到，如果卡罗琳在就好了，他总是那么聪明，肯定能像玩棋盘游戏一样想出完美的撤退计划。可惜他觉得自己死定了，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个女人了。就在大家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艾拉伴随着一道强光出现了。她说自己是所谓的水晶圣女，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拯救大家。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她展现出的那种压倒性的力量，一下子就解决了眼前的危机。从那天起，她就成了骑士团里最特别的存在。卢锡安开始不由自主地关心她，让她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可伊拉总是笑着回答说没关系，为了大家她必须坚持下去。看着这样的她，卢锡安发现自己已经彻底沦陷了，心里眼里全都是这个女人。卢锡安一直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命中注定要守护圣女的人，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艾拉最后竟然嫁给了皇太子，这种落差让他觉得无比可笑。无论他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比不过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可伊拉却在这个时候对他说了那种话。艾拉凑到他耳边说，就算自己以后属于别人了，也求卢锡安千万不要放弃他，因为他才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这简直就是要把卢锡安当成一辈子的备胎啊！可偏偏卢锡安还就吃这一套，他忍不住低声咒骂，这种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卡罗琳真的变了，以前他总是歇斯底里的发脾气，整个人阴沉的让人想躲开，可这几天再见到他，那种压抑的感觉竟然全消失了。奇怪的是，卢锡安发现自己的脑子也清醒了不少，以前他满脑子都是艾拉，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个女人，他反而觉得心里乱得很。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离谱，放着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不管，竟然跑去对另一个女人献殷勤，这种背叛让他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卢锡安忍不住开始怀疑，难道卡罗琳以前一直都在隐藏实力？这个女人到底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秘密？卢锡安这会儿才反应过来，以前卡罗琳对他那是真的没话说，甚至还送过他一条亲手做的剑带，可他那时候根本没往心里去，现在想找竟然都不知道丢哪了。更让他难受的是，他突然想起卡罗琳以前说过的话，他说最看不起那种花心的男人，觉得那简直就是对感情的背叛，这种人根本不配得到原谅。这些话现在就像刀子一样，一下下扎在卢锡安的心窝上，他觉得自己简直烂透了，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鬼样子？建国节庆典已经热热闹闹的开始了，大街上到处都是欢呼声。卡罗琳看着眼前这繁华的景象，心情看起来好得不得了。不得不说，罗亚诺王国确实是个富庶的地方，气候温和，各种矿产资源也多得数不清，简直就是个被上天眷顾的宝地。可越是这种安稳的日子，就越让人害怕被破坏。如果这时候突然有魔兽袭击，那能把魔兽赶走的圣女，自然就会成为全城人的救世主。大家对艾拉的那种感激，恐怕早就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毕竟谁也不想失去现在的幸福生活。卡罗琳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已经走到了竞技场门口。她刚进竞技场就被镇住了，这地方比想象中还要大得多，到处都是排山倒海的欢呼声。这就是建国节最热闹的长枪比武大赛。这种比赛可不只是为了看热闹，那是贵族子弟们展示实力的舞台。听说连皇太子西格弗里德都要亲自上场，看来今天的火药味会很浓啊。卡罗琳抬头看向看台最高处，国王和王后都已经坐定了，不过全场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位被大家捧上天的圣女艾拉。艾拉手里拿着那个发光的晶体，据说这东西能成倍放大神圣力量，是消灭魔兽的关键宝贝，难怪全城的人都对他这么疯狂。卡罗琳心里有点打退堂鼓，觉得自己今天是不是根本不该来，这种场合总让他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就在他打算往后缩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卡罗琳抬头一看，原来是卢米娜正拼命朝他招手呢，那股子热情劲儿一下子就把刚才那点小情绪给冲散了。今天的卢米娜穿了一身骑马装，看起来英姿飒爽，简直比那些贵族公子还要帅气。他笑着解释说，穿男装只是为了今天行动方便，还不忘夸奖卡罗琳也美得不像话。既然位置已经提前定好了，那就跟着这位帅气的向导出发吧。接下来的精彩环节才刚刚开始。在原本的游戏设定里，卢米娜可是个讨人嫌的反派，不仅性格粗鲁，还是布拉德利的未婚妻。按照剧情，布拉德利最后肯定会变心，爱上那位温柔的圣女，这结局似乎早就注定好了。可现在的卢米娜完全不一样，她细心地挡住阳光，生怕卡罗琳会被晒伤，这举动简直比绅士还要体贴。卡罗琳这才发现，所谓的粗鲁可能只是被逼的，现实中的她其实真的很善良。布拉德利
可是正儿八经的名门之后，不仅家世显赫，还是皇太子的贴身护卫，这条件放在哪都是顶配。在大家眼里，他和温柔的卢米娜简直是天作之合，一个沉稳，一个体贴，怎么看都是最般配的一对。可卡罗琳却觉得这家伙真是个笨蛋，明明身边就有这么好的卢米娜，非要去追求什么圣女艾拉，简直是放着珍珠不要去捡石头。不过今天的重头戏可不是这些八卦，而是卢锡安和皇太子的巅峰对决。卢米娜正兴冲冲的想带他去前排凑热闹，卡罗琳却赶紧摆手拒绝了。毕竟去年的那些丢脸事还没翻篇，现在他只想低调点，千万别再成为全场的焦点。1年1度的马术锦标赛又要开始了，这可不只是男人们的胜负欲，最精彩的环节其实是送花。赢家会把胸前的花送给心爱的女人，这可是所有女孩子的终极梦想。想起去年的那场庆典，圣女艾拉简直成了全场的焦点。卢锡安第一个把花递到了她手里，但这还没完，紧接着一个又一个骑士都围了上去，甚至有人专门为他画了肖像画，至今还挂在神殿的大门口。不过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场半决赛，卢锡安对阵皇太子西格弗里德。那场对决精彩到被改编成了歌剧，两个最顶尖的男人正面交锋，谁都以为会是一场完美的谢幕，可谁能想到最后的结局竟然会那么惨烈。去年卢锡安确实风光无限，圣女艾拉也成了全场羡慕的对象，可对卡罗琳来说，这地方简直就是她的黑历史发源地。一想到去年发生的那些糗事，她现在都觉得尴尬的要命，恨不得立刻从这儿消失。这地方对她来说简直自带诅咒。好在卢米娜看出了她的心思，不仅没有笑话她，还温柔的安慰说，那根本不是她的错，全是那些男人自己太离谱了。听到这话，卡罗琳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有这么体贴的朋友在身边，感觉连这片诅咒之地都没那么可怕了。其实卢米娜心里也没底，她说要是没卡罗琳陪着，自己根本不敢来这种场合。两个好闺蜜就这样互相打气，总算是在这儿站稳了脚跟。聊着聊着，卢米娜突然提起了前几天的晚宴，她说看卢锡安对卡罗琳挺照顾的，甚至还为了她去顶撞皇太子，这明摆着就是旧情复燃的节奏啊。卡罗琳一听这话，反应比谁都大，连声说这绝对不可能，复合这种事想都别想。虽然卢米娜觉得卢锡安这辈子除了卡罗琳谁都不会娶，但有些裂痕一旦产生就再也回不去了。就在这时，新一轮的比赛正式拉开了序幕。卢锡安这人气真不是盖的，刚露个脸，全场的尖叫声就没停过。卢米娜在那儿掰着指头数，说他不仅是名门继承人，脑子还是建国以来最聪明的，现在连剑术都练到了顶尖水平，简直就是完美的代名词。卡罗琳看着赛场上的他，发现他确实变强了太多。为了能守护心爱的艾拉，这个男人真的豁出命去努力了。看到他能为爱做到这一步，卡罗琳心里只剩下佩服。他在心里默默祝他好运。这场为了尊严和爱情的战斗，他真的能赢到最后吗？刚才那是对视了吗？卡罗琳赶紧摇了摇头，觉得肯定是自己想多了。这种时候，他怎么可能分心看这边？正好卢米娜说要去看看哥哥们，让他在这儿乖乖等着。这简直是老天爷给的绝佳机会。趁着现在没人盯着，他打算去那个传闻中的诅咒之地转转，去见识一下那个所谓的圣女水晶。那宝贝平时都藏在神殿最深处，普通人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秘密调查，他敢肯定那里面一定藏着关于未来的终极秘密。本来想凑近点看个究竟，结果这人山人海的，根本挤不进去，看来只能另想办法了。他决定绕个远路试试。走着走着，周围的人影越来越稀疏，安静的甚至有点反常。这路越走越偏，卡罗琳心里也开始打鼓，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方向了。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低唤：“卡罗琳！”他整个人都定住了。卢锡安怎么会在这儿？这个时间，他不是应该在赛场上拼命吗？既然躲不掉，卡罗琳只能硬着头皮打个招呼，祝他在赛场上旗开得胜，最好能比去年表现得更出色。看卢锡安一脸疑惑，卡罗琳赶紧解释说自己绝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大喊大叫或者挥舞大旗丢人现眼了。没想到卢锡安却低声回了一句：“其实我不介意那些，你像平时那样为我加油就好。”可卡罗琳却拒绝得很干脆，直言自己本来都不想来，要不是为了调查真相，他根本不会出现在这儿。看着眼前的卢锡安，卡罗琳发现他换了发型后，整个人确实成熟了不少，甚至透着一股以前没有的魅力。他笑着凑过去提建议，说他现在变得这么帅，献花的时候一定要摘下头盔，保证能让圣女当场心跳加速。可卢锡安只是沉默地盯着他，过了好半天才低声应了一句。卡罗琳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离得太近，赶紧找个借口想要溜走，谁知卢锡安却突然叫住了他，语气里带着一丝压抑的质问，问他是不是为了等那个所谓的英雄才特意跑到这儿来做准备。卡罗琳倒也没想隐瞒，直言自己就是为了那个人才来的，这让卢锡安彻底沉下了脸。他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他这么上心，只要那位英雄能准时到场，大家就都有救了。卡罗琳觉得自己总算能为同伴们做一点有意义的事。面对眼前的卢锡安，他表现得客气又疏离，直言作为前任的身份，不该在赛前占用他宝贵的时间。看卢锡安想解释又说不出话，卡罗琳干脆利落地送上祝福。可刚走没两步，他又突然折了回来。他凑过去再次叮嘱，献花的时候一定要摘下头盔，这可是能不能打动圣女的关键。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只留下卢锡安一个人定在原地，直到同僚过来催促，他才猛然回过神来，属于他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看着台上的西格弗里德，卢锡安不由得想起了两人的过去。对他来说，这个男人不仅是未来的国王，更是他曾经最崇拜的对象。他曾心甘情愿地守在对方身边，打算这辈子都做他的左膀右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种单纯的追随彻底变了质。他发现自己再也不想输了。这种失控的情绪让他感到疲惫，可只要一抬头，看到赛场上那万众瞩目的焦点，心里的那股执念就怎么也压不下去。尤其是看到圣女出现时，卢锡安眼里的占有欲再也藏不住了。他多希望那个女孩的目光能永远只停留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绝不能让西格弗里德把她抢走。整整2年的时间，这个念头就像毒药一样，日日夜夜折磨着他，让他快要发疯了。害怕失去圣女的恐惧，就像一场退不掉的高烧，没日没夜地折磨着卢锡安，让他完全没办法冷静下来。这种快要迷失自我的感觉，其实在他小时候就出现过。那时候他背负了太多人的期待，压得他根本抬不起头。为了躲避那些无形的压力，他只能把自己关进内心的角落，在书本和地图里寻找片刻安宁，那是谁也进不去的秘密基地。直到卡罗琳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那种死寂的世界才终于有了光。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幻想未来，那是他记忆里最平静的时光。可他亲手把那份平静给毁了。卢锡安盯着手里的花，去年的他还在为了送出一份礼物，在圣女面前拼命表现，但今年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有了更疯狂的念头，这一次他绝对不会再失手。人群里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卡罗琳听得心里乱糟糟的，想在众目睽睽之下接近目标，确实没那么容易。看着远处那个高高在上的位子，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那里。真正的较量现在才要开始，那就是传闻中的圣女水晶。作为罗亚诺王国的和平象征，只要圣女每天对着她祈祷，就能镇压住那些凶残的魔物。在囚禁骑士这款游戏里，这可是女神亲手交给女主角的宝贝，甚至可能是开启续作的关键。看来传闻一点都没错，虽然离得有点远，看不真切，但至少能确定这东西是真的存在。只要能拿到它，接下来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看着那个被众人簇拥的圣女，卡罗琳心里却冒出一个疑问：对方在原本的世界里一定对这款游戏痴迷到了极点吧？不然他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完美，让每一个男主角都对他死心塌地，简直就像要把所有人都占为己有。可奇怪的是，这款游戏根本就没有逆后宫结局。既然最后只能选一个人，他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非要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明明已经和西格弗里德结婚了，他却还是不肯放手。如果当初他谁都不选，明明是可以回到原本的世界吧？到底是什么让他决定留下来，甚至不惜玩弄所有人的感情？看着远处那个闪闪发光的圣女，确实漂亮的让人没话说。难怪卢锡安到现在都还陷在里面。还没等卡罗琳想明白，场边突然爆发出一阵骚乱。今天的重头戏终于要开始了，西格弗里德对阵卢锡安，这种决赛级别的较量竟然在第一轮就撞上了。等等，如果卢锡安在这里输了，那他今年就彻底没机会把那朵花亲手送给圣女了。一定要赢啊，卢锡安！卡罗琳在台下默默祈祷，毕竟现在的局势已经完全脱离了剧本。听听这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不愧是游戏里的头号男主角，这种万众瞩目地气场确实不是谁都能接住的。但既然他选择了放手，失去了那个原本在背后支持他的女人，现在就是考验他真本事的时候了。他还能像传闻中那样无往不利吗？就在全场沸腾的时候，卢锡安却突然停下动作，隔着厚重的头盔，那道目光竟然直勾勾地锁定了卡罗琳。观众席都要喊破喉咙了，全都在等着卢锡安大显身手。可他现在的心思根本不在眼前的对手身上。卡罗琳最近的行为实在太诡异，她不仅没有半点嫉妒，反而像个局外人一样，拼命想撮合卢锡安和圣女艾拉，甚至还大方到了离谱的程度，说什么以后会有更多竞争者也没关系。这种话听着完全不合逻辑，他到底在隐瞒什么？卢锡安坐在马背上，脑子里全是这些解不开的谜团。等这场决斗结束，他一定要亲口问个清楚。还没等卢锡安理清思绪，旗帜就已经落地了。第一场决斗正式爆发，他只能把所有疑问先压在心底。两匹战马疯狂对冲，重甲撞击的声音响彻全场。卡罗琳在台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种强度的碰撞，卢锡安真的能顶住吗？可就在这生死关头，卢锡安竟然又分神了，他再次看向了卡罗琳的方向。这一幕全被卡罗琳看在眼里，他不仅没生气，反而一副果然如此的样子，还在心里给卢锡安疯狂打气。卢锡安重新锁定了对手西格弗里德，真正的对决现在才开始。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决斗了。卢锡安很清楚自己输不起，而对面的西格弗里德更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抵抗。两股力量在赛场中心正面硬刚，随着一声巨响，胜负终于分出来了。西格弗里德最终还是倒在了地上，而卢锡安依然稳稳地坐在马背上。卡罗琳终于松了一口气，卢锡安赢了。他在看台上激动地大喊，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这不仅是赢了一场比赛，更是保住了某种希望。走下战马的卢锡安异常冷静，他随手交出装备，心思显然已经飘到了别处。原本以为决斗结束就能收场，谁能想到变故就在这一秒发生，一声惨叫撕裂了整个赛场，原本祥和的气氛瞬间荡然无存。这股压抑到让人窒息的气息，竟然是消失已久的魔兽，他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人群中，赛场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卢锡安还没来得及反应，混乱已经彻底失控，人实在太多了，卢锡安根本挤不过去。他现在满脑子
都是卡罗琳的安危，可混乱的人群成了最大的阻碍。圣女这边也乱成了一锅粥，被吓坏的女孩死死拽住她不放。这种时候越是纠缠就越危险。圣女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她一把推开了纠缠不休的女孩，女孩被狠狠甩了出去。卢锡安在人群中拼命挣扎，可她离得实在太远了，根本没办法在这一秒赶到。魔兽的阴影已经彻底笼罩。就在这生死关头，卡罗琳做出了最惊人的决定，她没有转身逃跑，而是用身体死死护住了女孩。卡罗琳只觉得身体不听使唤，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孩子救下来。本以为这次肯定躲不掉了，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发生。卡罗琳睁开眼才发现卢锡安竟然挡在了他们身前，他根本顾不上自己，第一反应是确认卡罗琳的安全。卡罗琳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卢锡安现在手里连把剑都没有，全靠肉身在死撑。他拼命催促卡罗琳带孩子快跑，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卡罗琳看着他决绝的背影，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些画面，那是他们还没长大时候的样子。当年的卢锡安指着那些骑士说，以后一定要成为最厉害的人，把所有危险都挡在外面。谁能想到在生死关头，他竟然真的兑现了当年的诺言，这可是他藏了这么多年的初恋啊！怪物张开血盆大口扑了过来，卡罗琳急得大喊卢锡安的名字，谁都以为这下肯定没命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卡罗琳身上突然爆发出一道强光，刺的人根本睁不开眼。等烟雾散去，刚才那只吓死人的巨兽竟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坐在地上发呆的小熊。这反差也太大了吧！危机虽然解除了，可卢锡安看卡罗琳的眼神全变了，刚才那股力量根本不是普通人能使出来的，连卡罗琳自己都没反应过来。难道传说是真的？这个世界上竟然同时出现了2位圣女？卢锡安刚想开口问个清楚，卡罗琳就因为体力透支彻底撑不住了，她抱着孩子直接栽倒在地上。卢锡安这下彻底慌了神，卡罗琳在他怀里一点反应都没有。躲在暗处的艾拉简直要抓狂了，在他心里，圣女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就算局势变了，他也绝不会轻易认输。到了第2天，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已经传到了宫里。国王坐在高位上，听着手下汇报昨晚的情况。朝堂上这帮老狐狸开始不安好心了，他们非说怪物是从艾拉的水晶里钻出来的，话里话外都在暗示这事儿得让艾拉出来负责。西格弗里德一听，当场就炸了锅，他最看不惯这帮人推卸责任，直接指着他们的鼻子开骂，场面一度失控到根本没法谈下去。老臣们还在那装模作样地安抚，说只是想找圣女艾拉了解一下情况，其实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就等着找个替罪羊。就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布拉德利的父亲瑞肯侯爵进殿了，他带回的消息让全场瞬间安静，外面的百姓因为恐慌发生了踩踏，听说没人受伤，卡罗琳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可还没等他缓过劲儿来，艾拉就开始在那儿演上了，哭着说自己担心的整晚都没合眼。卡罗琳看着这画面只觉得讽刺，这帮男人难道真看不出他在装吗？明明自己才是那个死里逃生的人，结果一大早就被从被窝里硬拽出来，连身上的沙子都没清理干净，就要在这儿接受审问。老臣们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非要解释怪物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还当众质疑为什么这世上会突然冒出第2个圣女。西格弗里德只顾着护着怀里的艾拉，根本没人替卡罗琳说一句话，所有的压力全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卡罗琳心里咯噔一下，总觉得要出大事。果然艾拉又开始编故事了，他说自己当时也想拼命对付怪物，可突然全身就没力气了。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自己在那一刻看向了卡罗琳，还说卡罗琳当时正对着他笑。紧接着他的圣女之力就开始流失，这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卡罗琳在旁边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女人为了栽赃陷害，真是什么离谱的谎话都编得出来。西格弗里德连问都不问，劈头盖脸就开始指责，甚至怀疑卡罗琳动用了禁术，连召唤魔兽的黑锅也想扣在他头上。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艾拉这招以退为进，简直是杀人诛心，表面在哭着道歉，其实是想坐实卡罗琳极度诚信的罪名。周围那些充满敌意的目光让卡罗琳想起了最不愿面对的过去，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滋味他真的受够了。哪怕局面再糟糕，他也得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为了不让误会继续加深，他必须当众把真相说清楚。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卢锡安居然带着边境报告赶回来了。他顾不上什么繁文缛节，直接向国王请求当众说明情况。这份来自驻军的秘密报告很可能就是洗清冤屈的唯一机会。报告里的内容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原来在京城出事之前，边境也出现了长得一模一样的怪物。这说明魔兽根本不是凭空召唤出来的，而是有人故意从前线传送过来的。卢锡安坦白自己早就布好了眼线，靠着快马接力才抢先拿到了真相。但这份报告里还隐藏着更惊人的秘密。卢锡安当众质问这些高层到底安的什么心，他直接把卡罗琳护在身后，提醒所有人是这个女孩救了大家的命，凭什么要让她像犯人一样接受审讯。他甚至给那些官员挖了个坑，既然你们坚称水晶管理没有疏忽，那卡罗琳就绝不可能有机会动手脚。这番逻辑反杀让全场哑口无言。既然不是阴谋，那这种圣女般的力量就该被庆祝，而不是在这里被你们恶意揣测。卢锡安这招是以退为进，他不仅要洗清冤屈，还要亲自去边境把幕后黑手揪出来。他当众向国王请命，要立刻动身前往最危险的前线。谁也没想到国王竟然答应的这么干脆。
眼看事情发展的这么快，卡罗琳彻底坐不住了。边境的魔兽有多恐怖，没人比他更清楚。这种送命的差事，他怎么可能让卢锡安一个人去？卡罗琳突然大声喊停，他要跟着一起去。国王竟然真的点头了，他不仅准了假，还期待着两人能带回惊人的战果。可消息传回家里，母亲急得当场翻脸，死活不让宝贝女儿去那种玩命的地方。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父亲却突然松了口，甚至催促卡罗琳去履行圣女的职责。卡罗琳一眼就看穿了父亲的算计，他哪里是放心卢锡安的保护，他只是想要圣女名号带来的家族地位，顺便保住那份快要告吹的婚约。虽然被亲生父亲当成筹码，但只要能顺利前往前线，这点利用也算各取所需了。听说卡罗琳要跟着卢锡安去前线，好姐妹卢米娜第一个冲了过来，不仅送来一身帅气的骑行服，还为之前没能帮上忙一直道歉。不只是她，克拉丽丝瑟来了整整一袋干粮，伊莎贝尔甚至连自家的别墅都贡献了出来，就怕她在路上受一点委屈。看着这些真心实意的关怀，卡罗琳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终于不再是那个被所有人排挤的异类。可就在这一片温情之中，似乎有人看穿了他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伊莎贝尔郑重地许下承诺，这份救命之恩他们永远记在心里。想起之前在神殿被孤立的绝望，卡罗琳终于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了。带着大家的祝福和对未来的约定，他和卢锡安正式踏上了前往前线的路。为了能尽快赶到边境，卡罗琳直接要求马车梅日没夜地赶路，连休息的时间都全部省了下来。原本3天的路程，硬是被这种不要命的方式缩短了一大半。看来前线的局势远比想象中还要急迫。卢锡安竟然当众为他撑腰，明明救了所有人，凭什么还要接受这种审问？卡罗琳心里很清楚，过去2年当恶女宰下的名声，就像一潭浑浊的死水，不是做1-2件好事就能洗干净的。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身边不仅有了真心相待的朋友，还有卢锡安这样正直的人。他看人从不带偏见，这种气度注定会成为最出色的宰相。只要有他在，未来的路或许真的能彻底改变。哪怕是去最危险的前线，也没什么好怕的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赶紧补个觉，养足精神，去迎接接下来的硬仗。